劣质文的房子买不到海啸险，地震海啸险它不卖。你要知道，北美的保险公司绝逼是专业的。你说他们能不懂吗？这个事儿，他们为什么不卖你？就是概率真的有啊，好大，而且他赔钱的买卖他不做。你不是说我给你加点钱你卖给我，他不做，不好意思，不卖。话不多说啊，今天谈到劣质文正纲啊，今天的正纲提出的政治纲领啊，如果我当选议员，我承诺一定要提出一个重要的玄学纲领，就是在劣质文兴建龙王庙。说这个好像国内反中医组织怎么？看来我是197%，对，现在一共197个人啊、有效的，这总数很多啊，总数已经超过500了啊，总数，但是没有用啊，你500人里边你都没有用，你说你是 PR，你不是公民 citizen， 那你在这里边你没有意义啊，你没有投票权呀，你就是捧个人场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用，你也给我很大的这个激动，超过500人了，总数超过500人，但是500人里边只有200人，就是2/5有投票权。3/5没有投票权，只是 PR， 还有一点点来自于中国的，拜托你们就别 sign up 了，好吧？你们来自于中国的很少，各位说，你们来 sign up 干啥？你们来干啥都是犯法的，你们是参加义工啊，这个捐款都是犯法的啊！你们是中国公民，不好意思，你们是中国公民，你们喜欢我，你就在这儿捧个人场就得了，就没有必要登记表格了啊！中国公民，谢谢啊，不要登记表格了。也就是说，现在加拿大的公民啊，加拿大的 PR 公民一共是500个，但是在劣质文的只有197个。所以啊，肉身移民劣质文，哎，你们想办法呗，当然可以了，来得及啊，时间。你在劣质文有个地址，然后你们就是有个驾照，然后有个地址，然后你们就可以在劣质文申请选票啊，选票就会拿到啊，拿到的话啊寄到你的家里，然后你就可以投票了。那么我的龙王庙的思路是这样的啊，我好奇怪为什么没有人讲。那这就是你们选我当市委书记、市长或者这个市议员的好处，就是特别贴地气。我们很多人啊，在劣质文的人都知道啊，你在劣质文的房子很贵啊，几百万的身家在那买个豪宅，你最怕的是什么？啊，所有在劣质文住的居民都知道，大温地区都知道，劣质文在海平面以下，劣质文的平均海拔很低很低，可以说跟荷兰不相上下。在大海涨潮的时候，那个潮水是高于劣质文城区的。所以呢，劣质文有一个巨大无比的海堤啊，几乎把多半个劣质文都包起来了。然后沿着这个海堤呢，有10几个泵房啊，就是水泵啊，大功率的水泵，不停的在外边抽水，每天都在工作。所以这是劣质文这个城市像荷兰一样啊，它是一个填海造地出来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在劣质文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劣质文没有高楼，这是第一。它不光是因为航线啊，它在航线侧面也没有高楼，这第一。第二呢，劣质文要建楼之前必须用大的水泥块堆积出来，像一个山海关城门楼子那么大、天安门楼子那么大的一个水泥块的基座，在里边装满泥沙、装满沙子、焦沙，用那个大概10几米高啊，10几米高、几十米见方的这么一个，你楼多大，那个座就有多大。在你未来楼的大楼，比如说你要在劣质文建一个10层的或者15层的楼，你就要沿着这个楼未来的边线，用水泥座堆出一个10几米高的这么一个方水泥城啊，然后在里边灌满沙子，干嘛呢？把它那个地面压实，因为劣质文的地面就像海绵一样，它里边全是水啊。你想它是海平面以下，它劣质文的地下水大概也就1-2尺，不是1-2米。你拿一个铁锹，你拿一个锹挖2尺3尺，你能看到地下水。所以他用这个巨大无比的10几米高的水泥城墙和沙子压一压2年啊，不是说压好了之后半年就开工，压1-2年，使得按照未来这个楼体计算的这个重量完全压实在，甚至更高的重量完全压实在这个地面上2年，也就是说地面是会沉降，让它加速沉降。啊，沉降到位之后，再迅速的把这个水泥块和沙子运走，在上面盖楼，啊，这样的话盖的楼不会再把这块地皮压沉降，这就是劣质文建筑的规范。所以你在劣质文，你可以看到很多要盖楼要开发的七通一平的地，盖楼之前第一个动作居然是用水泥块搭一个像城门楼子一样的大高台，然后往里边灌满沙子，这个就是劣质文的地质特色。劣质文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之下呢，劣质文特别怕的是海啸。一旦发生地震，一旦有海水倒灌，劣质文将片甲不留
啊，整个列治文将片甲不留。只要海啸的浪头高6米啊，这个海啸只要是6米高的海啸，列治文会一片汪洋，每一家每一户的 house 都在水下。如果这个海浪的浪头高10米，也就是说列治文几乎就只有在列治文的大楼上面才能逃得升天。所有的列治文的 house 啊，别墅，包括联排别墅、独栋别墅，都会在水线以下。大家如果有印象的都知道福岛地震的时候，福岛核电站发生了什么？福岛市发生了什么？海浪的水头哗就过来，10几米高的水头就过来了。大家再往前有那个记忆的就是什么？就是印度洋海啸地震。当时在巴厘岛，在印尼巴厘岛度假天堂，好像是印尼巴厘岛还是泰国普吉岛，我忘了。大巴厘岛那天李连杰还在吗？大水头就过来了，高10几米、几十米的水头过来，那真的是啊，方圆百里之内人祸为鱼鳖，这是所有列治文的居民最担心的事情。那我老王会提出一个具体的解决办法。什么解决办法？老王，你有什么？你难道是什么？我不是。但是我认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一个成熟的解决方案：北从海参崴，南到海南岛，南到越南胡志明，花莲、台北，任何一个有河海水患的地方，都会有一个海神庙，或者会有一个龙王庙。你想想是不是？大水它不冲龙王庙啊，所以一定要修一个龙王庙。在列治文河口修一个巨大无比的龙王庙，甚至修一个北美最大的、世界顶级的龙王庙，镇海平波。你说这个思路好不好？这不完全是玄学，这是市民的集体心理暗示。为什么呢？我跟你们讲一讲，从科学道理上讲一讲它的道理啊。从玄学上我们不多讲，因为很多人不信迷信。玄学上一个龙王庙保一地200年平安，就这个地方建一个大龙王庙，200年无大水患，这是玄学啊，有规律的。你不信你问高僧大德，他们都知道。老道他们都知道，一个龙王庙200年平安，这是玄学。科学是什么意思呢？科学很简单，我们温哥华地区大的海啸或者地震，它一定发生在什么呢？它一定发生在北美板块和印度洋板块之间的那个裂缝上。那个裂缝从北边的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岛一直沿着太平洋的美国、加拿大这边的海岸线往下，从温哥华、西雅图、波特兰、旧金山、LA、洛杉矶都在这个地质断裂带上。温哥华到 LA 到圣地亚哥，整个这一条城市线往外海去几百公里，大概也就是1800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就是那个主要的断裂带。那个断裂带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最活跃的断裂带之一。平均每隔几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毁天灭地的大地震，因为这两个板块在互相挤压，劲儿啪咔一崩的那个点就是大地震的点啊，那都是9级以上大地震。8级什么7.8级都不算是可怕的地震，这种地壳崩解的地震经常是8级以上、9级以上大地震。那历史上有历史地质记载的最高的水头有300多米高，你没听错啊，不是30米哦，是300米哦。所以这些可怕的，当然它这个是地质历史记录啊，它不是说咱们人类没赶上啊，没有人类赶上。但是呢，这种可怕的毁天灭地的大地震，就是悬在北美西海岸所有大城市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好了，当我说到这儿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当两个板块挤压的时候，它一旦一个点释放了压力，它就会几百几千年不会再积累到那个释放压力的点了。那么现在没有发生，已经连续几百年没有发生大地震了，从阿拉斯加、阿留申一直到圣地亚哥、LA。都在这个绷劲儿的这个蓄能的这个阶段，就像弹簧一样压紧了，然后啪就弹开了。它到底在哪儿弹开？你难道不认为它是个玄学吗？它到底是在圣 Francisco 外海弹开了，还是在西雅图外海弹开了，还是在温哥华外海弹开了呀？这完全是玄学，因为在任何一个点发生都可能。我记得美国拍过一个毁天灭地的这样的一个大地震、大海啸，一个大片，是巨石强森主演的，我忘了那个片子，大概就是2010年左右公映的，就是他的那个背景就是旧金山。我操，我记得特别牛逼，就是他们正在开着自己的游艇玩呢，有旧金山当地的人正在开着游艇玩呢，哗，那个海那个
那就爆在那儿了。然后那个海啸海头过来，那个海啸的水头有多高啊？就跟山那么高，就跟山那么高。San Francisco 最高的高楼才能够逃出升天，它最高的高楼大概得200来米吧，就是那个跟一个山一样就过来了。然后所有的游艇都开足马力朝着那个山顶上冲，大家记得那个镜头吧？有的游艇速度不够快就被拍下去了。这个巨石强森他儿子还是什么的，他们开那个游艇最后就开过去了，开过去就没事了。开过去之后，他们就在那个城市里边开游艇，因为水很深啊，几十米深的水在城市里边。我操，他们那个游艇在高楼层里边找幸存者，我记得特别清楚。最后他是个直升飞机消防队，然后他又开着直升飞机去救他亲人。那个叫2012吗？不是，2012是那个地球毁灭的那个。所以脆断在哪儿，真的是上帝决定的，真的是天神决定的啊！救女儿，对吧？巨石强森开游艇冲浪头，我操，那个镜头太鸡巴可怕了。那个就是他那个电影的背景啊，就是这一次毁天灭地的北美西海岸大地震。到底发生在哪儿？我不知道，是玄学。那么说了半天大水不冲龙王庙，没有任何依据，这个政策会不会显得有点 low 了？那你就是个傻逼啊！你就是个傻逼！我告诉你，你死之前就知道神是真的存在。所以，所谓的我刚才跟你们描述了半天啊，这个科学原理就是没有人能够决定，也没有人能够预测它是在哪个点先爆开。也就是说，甚至啊，我跟大家夸张一点讲，就是一个鲸鱼在偶然间放了个屁，那个鲸鱼屁爆出来的声波都可能改变这个地震的发生地点啊，它是一个绝对的蝴蝶效应啊，因为这个真的决定因素太多了，太复杂了，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前测算。所以呢，这个时候玄学的威力就出来了。我们在这建立一个龙王庙，通过我们的集体意识来转移和后延这个大地震的位置。如果这个大地震脆断在大海深处啊，在温哥华岛的外海，甚至更远的地方，哎，那我们所有的城市都安全了，三藩也安全了 ，LA 也安全了，我们温哥华也安全了啊，大家都西雅图也安全了，都安全了。所以这个呢，就是龙王庙的伟大意义。那么从社会现实上来讲，我们华人聚集的最大的城市啊，密度最高的城市列治文，也是河口，它难道不应该有一个龙王庙吗？那所有的宗教人士，这个龙王庙里边不光是龙王啊，你去台北蒙尬看看龙王庙，就是龙王庙里边有很多神祇啊，很多神奇啊，很多啊，有龙王，不用说了，龙王还有释迦摩尼。还有燃灯，还有燃灯古佛，还有弥勒佛，还有妈祖。台湾的龙王庙里还有妈祖，还有关帝，还有孔帝。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中国的庙，大家都懂了。这个就是它供，它什么殿都有啊。但是它的主殿和它的山门是龙王庙啊，所以这就是我在列治文提出的施政纲领啊，在列治文兴建龙王庙。我相信各界善男信女的捐赠，加上政府的引导资金足够了。啊，足够建一个非常漂亮的龙王庙了，而且一定会香火鼎盛。与其花钱去买不到的保险，你们知道吗？我再告诉你们个事实啊，因为我在列治文就有房子啊，我告诉你们啊，列治文的房子买不到海啸险，地震海啸险它不卖。你要知道，北美的保险公司绝逼是专业的。你看洛杉矶发大火之前，洛杉矶的那个马里布的豪宅区。保险公司就不卖火灾险，列治文的豪宅，保险公司不卖给你海啸水灾险。我操，大家都知道列治文，都知道。你说他们能不懂吗？这个事儿，他们为什么不卖你？就是概率真的有啊，好大，而且他赔钱的买卖他不做。你不是说我给你加点钱你卖给我，他不做，不好意思，不卖。所以这个就是个问题。与其咱们啊一年花$1000的地震水灾险，他不卖给你，你纠结着。我想不妨咱们捐给龙王庙，咱们做一个龙王庙的善款，至少从心理疏解上啊就踏实了。因为有中华民族的老祖宗，你觉得老祖宗就是刚才说那个 low 的，你觉得你祖宗 low 吗？你爹 low， 你爷爷 low 还是你太爷爷 low 啊？为什么中华民族老祖宗都修龙王庙啊？为什么呀？他们傻吗？就到你这儿就牛逼了吗？就明白了吗？真的不是啊，玄学的东西好多是说不清楚的，说不清道不明白。所以建完龙王庙啊，我们有旅游收入，也有香火啊，非常好。你们去台北看看蒙嘎龙王庙，你们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一个香火鼎盛的龙王庙本身甚至是旅游胜地。我们去台湾啊，我们去台北啊，一个重要的打卡景点就是龙王庙，非常重要的。它和故宫，台北故宫
台北中山陵，台北蒋介石那个国父纪念馆，不是那个中山陵在南京啊，就是国父纪念馆和那个蒋介石那个就是自由广场，原来叫中正广场，那个都是同一个级别的旅游区啊，所以旅游收入也很高啊。对于市民来说，有百益而无一害。教主，保险公司可专业了，不但没海啸 ，wording 里边写的是 salty water， 有盐分的水造成的损失都不赔，没错啊，他妈的 salty water 进自己家了，它不就是海啸吗？他就跟你玩文字游戏。你说咱一个正常的房子，你房怎么会有盐水造成的 damage 呢？那只有一个解释啊，就是他妈海水啊！是你听过哪天下大雨下出盐水雨来了吗？所以由 salty water 造成的 damage 都不赔，就是他们太贼了。那怎么办？龙王保佑我们啊！龙王赔，我们要相信人的啊，人的。王鹏鹏，激动的睡不着觉。好吧，王鹏鹏，那你做我的义工吧啊，支持我。香港的黄大仙庙也是旅游胜地，而且我相信集体意志，大家真的要相信啊，人是有集体意志的，因为人是非常有灵气的动物。当千百个人、上万个人、几十万个人完全集体意志合一共振的时候，就会产生强大的超自然力量，给大家带来好运。所以，一定会有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发心的话，一定会有神明入住，真的会灵验的，就会有像妈祖、林默娘那样的神明入住，造福一方百姓，护佑一方百姓，明白吧？退一万步讲，即使真的要来大海啸，妈祖娘娘、林默娘护不了我们了，龙王护不了我们，也会有异象啊。龙王庙的龙王啊流眼泪了啊，或者龙王庙的龙王，哎呀，那个王冠掉了，那我操，那你赶紧走吧，保命要紧啊。所以这个我跟大家开玩笑，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真的严肃的政治纲领啊，非常严肃。不要觉得这我是在开玩笑，我要是当选，我就会提出兴建列治文龙王庙作为一个旅游胜地，以及作为一个宗教场所，也是我们华人的在列治文的一个保境安民的这么一个措施。这是要颠覆加拿大政权吗？放屁呀！啊，这个怎么会颠覆政权呢？任何一个地方都需要宗教啊，这不是邪教组织吗？你们是从中国翻墙过来看静海频道的神经病吗？啊，你们怎么用中国的话术呢？龙王庙怎么就叫邪教组织呢？傻逼，笑死我了！9号蚂蚁，不是你不会是光贵那边的吧？9号蚂蚁，你自己起这名你就知道谁更像傻逼了好吗？东海龙王，那我们亏呀！印度人把至高神摆出来，龙王神格没那么高。哎，这你们还真的就是说到点上了，你们要好好的向印度人学习啊！我们华人要好好向印度人学习。你们知道我这次坐飞机去多伦多，上次我在那个飞机接近多伦多的时候，好像在释迦堡吧。我看到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印度神像，巨大无比啊！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神，40多米高吧？你们多伦多的朋友们肯定知道，好大的一个印度神，我操，就那么雄伟的站在机场旁边，所有的老外坐飞机都能看见那个神啊！你是不是应该跟印度人学？你就试问全世界华人，哪个敢在五眼联盟，敢在自己的华人聚集区搞一个大佛观音，或者搞一个大大日如来，你敢吗？你干个80米高、50米高的如来佛，或者搞一个50米高的观音菩萨，我看没人敢啊！要干这事儿也是得我这样的人才敢。你像你们这些老华侨肯定不敢。所以，我愿意征庙公啊，这是台湾朋友啊。财神庙呢？财神庙肯定要有啊，龙王就是水啊，龙王庙里边肯定有财神殿呀，肯定有啊。印度人在加拿大建湿婆像啊，那是湿婆是吗？不是吧？不是湿婆，湿婆的话我们都认识。湿婆是毁灭之神，他们建的那个不是湿婆，是对应湿婆的那个造化之神。印度有一部电影叫《偶的神》呐，啊，大关公用习主席像压制印度湿婆像，那不可能。孙悟空来自于印度猴神，教主来个关帝庙，但是建庙可能跟保守派基督徒的信仰冲突，这是两回事啊。基督徒并不反对别的宗教建庙，习主席的，因为我们这边是宗教自由。列治文有个5号路，5号路上各种宗教都有，从基督教到锡克教到藏传佛教，到灵岩山寺都在那个庙，都在那个路上。那是离神最近的一条路啊。我们加拿大人管那个列治文5号路啊叫离神最近的一条路，那路上全是庙啊。但是我说的龙王庙不能在那儿建，龙王庙一定要建在河口或者海口。大老王搞成了以后也当神供起来，王大仙，哎，那得我去世以后啊。我要是去世以后保境安民，那没准啊，王大仙，香港的黄大仙不是狐狸，你们知道吗？他是个姓黄的，知识分子，他真的是个知识分子，是有文化的书生，姓黄的啊，黄先生就是去世了以后，哎，他成神
立地成神，所以他就保境安民，以至于成了一个信仰，叫黄大仙信仰，很灵，很灵验。黄大仙很灵验，妈灵的我操，让你害怕的灵。黄大仙儿，老王给自己搞一个雕像吧，那扯鸡巴蛋了啊！那个，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最大邪教，所以看别人的宗教都是邪教。差不多说的有一定道理。因为龙王崇拜，就是龙王庙在中国不是邪教啊，这是说龙王庙是邪教的，全是他妈大傻逼，那就是一点知识都没有的。黄大仙是浙江人，没错，黄大仙不是香港本地人，也不是广东人，黄大仙不会说粤语，黄大仙是浙江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王哥听说过光头日记吗？我没听说过啊，没听说过。你们可以，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帮我们撮合撮合。我也希望有大 V 来采访我一下，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大 V 表示要来采访我。黄大仙真的非常灵验，是的啊。香港黄大仙的主店要会员才让进的，是吗？没有啊，我进去过呀，没有。他在那个主店里边供着，那就是现在又改了啊，过去不是的。他在正殿里边供着那个供着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太岁，头上动土，他供的是太岁，各种太岁。我还查过我那一年的太岁啊，这个每个太岁都是一个人名啊，都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将军啊，或者一个官员啊，或者一名人，他每一年的太岁都不一样。零下56度 C 要邮件联系他们，那就可能是有我们的热心教友已经跟他们联系了吧，我就不太清楚了。台湾最火的是妈祖，我们也可以啊。如果我们的台湾居民，民意够强啊，那就可以建妈祖庙，这也没有什么的。每一个地方的人都可以建自己的庙，当然可以了，这不是排斥的，这不互相排斥。我们要把列治文，把中华文明的宗教带到列治文啊，佛教、道教、龙王庙，这个台湾的妈祖庙都可以来列治文啊，因为我们要落地生根嘛，我们要把我们本土的东西，我们的本族的东西带过来。王哥，我在韩国想去加拿大当你马仔，那你先过来再说吧啊。零下66、56也不采访老王，采访了老王流量很大的，是啊，大老王修个生词去，别扯了，那个咱不敢干这个啊。老王说我也想填，你填你是哪儿人？你美国的，你别填了，你别鸡巴捣乱啊，接着加美食啊，你别填啊。中国城市必有关帝庙，对，这个就是中国的民间信仰。还可以考虑引进七龙珠主题乐园，那是那我私心嘛，我是龙珠迷啊，我问鸟山明，鸟山明好像去世了吧？啊，问鸟山明老爷子在天之灵，愿意不愿意过来？我肯定选老王。那你是一派胡言武，你是列治文居民吗？俺在东南亚老师今天直播的时间的他现场回复的，在直播后20分钟谁呀？俺是在东南老师金堂就是现场回复。我订阅了一下东南啊，因为我看了他采访的 James 于和赵锦荣，做的还都不错。他能采访我当然好了，帮我宣传一下我的政治纲领啊，比如说龙王庙啊，比如说100个讲中文的警察呀，比如说100个餐车呀，这些特别贴地气儿的，比如说小餐厅小生意开业，那个不中断经营换执照啊，就是换叫什么出队啊，出队餐厅不中断营业啊，开新餐厅1个星期之内必须给你发放 license 啊，经营许可证啊，这些硬性的非常具体的指标啊，我们中国人早就应该干。我告诉你们，他们不干，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把中国人当自己人。当然，我们自己也有责任啊，我们自己也有责任。你看我的支持者500个人里边有300个人没有入籍啊，那就不入加拿大国籍，各种各样自私的原因，你们都会遭到报应的啊，都会遭到报应。所以你们一定要支持我，一定要入籍啊，要入籍拿到自己的政治权利，而且要接受我的这个理念，一定要入籍啊。入籍之后，哪怕你在其他的城市啊，你也是有政治话语权的